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今天呢，我们再讲一下关于祭祖这个话题的第二场啊。那么，祖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在当代今天学校学科之中，大家最多就是说你是一个血脉相传的关系，对不对？对。哎，一代一代有个养育之恩。那么他们往生到那边之后，他们的情况，从现代科学来说，他们在那边的情况是好是坏，能否传达过来啊？还有他在那边是享福还是受苦，和我们之间有没有关系啊？那也就是说，这应该说当代科学没法理解的哈。对。哎，但是呢，通过今天的故事哈。通过今天的我们网友们写来的这个信反映的内容来说哈，我觉得还特别有针对性，还特别的真实。是。当我们就是经常听一听这种梦境和故事的启发之后呢，我相信大家都能学到一些是呢关于祖上梦境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其实我们是可以互动的。是的，师父。其实就是我们的祖先或者说长辈往生了以后，其实并不是就真正的叫一了百了了，并没有了。对，并没有了。就是很多的，就包括我们在人世间曾经跟他们享受过的天伦之乐，这种情感的延续，其实即使在我们的祖先往生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情感的延续继续在持续中。对对。所以今天也是给师父还有网友们再带来一些我们网友他们自己的故事哈。好，我们的网友小红特别想知道爷爷奶奶往生到哪里去了。尊敬的师父好，弟子今年33岁，想分享前段时间我做的梦。我爷爷已经往生13年了，奶奶已经往生15年了。从师父提供做功德的平台以来，我一直在为爷爷奶奶做功德。因为我从小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从来没有分开过。师父之前讲过，会因为思念，偶尔梦到过世的亲人都算正常，梦里也没有不吉祥的地方。但是前段时间，我突然梦到我爷爷在一间破漏的屋子里，病殃殃地躺着。看见我来，还慢慢的起来，盖的被子都是破的、脏的，给我感觉爷爷很不好。醒来以后，我马上就为爷爷做功德，供灯、塑佛经身。过了几天之后，我又梦到爷爷了，梦里爷爷去世了，大家在外面办葬礼。我回到家，看到爷爷跟2个人在门口，跟我说：“快来！我抓到了小偷。”进屋之后，看到爷爷穿着一身整洁的中山装，满面红光，还微笑跟我拥抱告别，说：“我走了，别想我了。”在余光中，我看到门口有2个人在等爷爷，不知道长什么样子，就感觉那2个人很严肃威武。然后爷爷转身就跟着那2个人走了。我哭得很伤心，但是头一次看见爷爷笑得那么幸福。请问师父，爷爷去到好地方了吗？也还想请师父帮我看看奶奶在的地方好不好？我奶奶也是菩提弟子，是奶奶把我领进门的。真诚顶礼叩拜敬爱的师父。又给我们很多启发呀。对呀，小红是个孝顺的孩子，虽然年龄还挺年轻，才30多岁，可是他就知道师父教育我们要做功德，那么他就一直在给爷爷奶奶做功德，所以平时呢偶尔有梦到，但是呢都还算正常，梦到的都是些像以前过日子的那个样子的场景，没有什么不吉祥。但是最近就前一段时间，他感觉到了，这个时候爷爷托梦来的那个状况就特别的不好，在一个又脏又破的那个屋子里的那种情况，所以就很担心，而且爷爷显出一副病态，是病殃殃的。
所以之前师父教育的我们就是看到这种梦境里其实不叫看到啦，就是梦境里你看到的或者感受到的这些已经往生的这些亲人显示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种给他很这种不吉祥的信息。然后他就知道要赶紧做功德。对，对，就是爷爷那边有问题。对，对呀，属于冰冷破落的状态。是后代，你看你收到了梦了，其实给你发了求救讯号。你应该做些功德了。是。然后呢，他给爷爷做功德，去点了灯，还塑佛金身哈，这些都安排了。得到了以后呢，他又接着做了个梦。而在这个最新的这个梦里呢，好像给爷爷又办了一次葬礼似的。又办了一次葬礼哈，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葬礼之后呢，回到家，然后又看到了爷爷跟他打招呼。所以你说这个梦的逻辑哈，是挺复杂、挺立体的。我们就先不去管他这个科学性的这种层次感、逻辑感，我们就是知道他在梦的过程当中是在办葬礼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这个场景等他回到家之后呢，又梦到了爷爷跟他打招呼说：“快来，我抓到了一个小偷。”这也是一个挺有趣儿的地方哈。爷爷说他抓到小偷了，然后呢，他在家门口看到2个人似乎在等着爷爷。这个时候就看爷爷已经不是住在那个破漏小屋里了，也没盖着脏被子、破被子也不是病殃殃的，反而是神态已经比较好了。很正常的这种状态，而且穿着一身是干净整洁的中山装。最后呢，爷爷也是有一句很潇洒的告别了我走了别想我了。感觉又像一个老辈跟孙子这么说话的感觉哈。那就是想请问师父哈，他在这个小红在梦中第2次，就是给爷爷做了功德之后，梦见爷爷在梦中又去世了，又给爷爷办了葬礼，就这个预示着什么呢？我呢是一连串的分析哈。比如说先是说看到爷爷去世了，给他办丧礼。但是之后呢，爷爷还抓了个小偷。对。门外还2个威武雄壮的人在等着爷爷。那我分析呢，就是爷爷之前的不太好的那种现象、那个状况哈。就是经过这个孩子呢为他做功德之后就是完全得到改变了，好像一个人突然从病殃殃突然能量充满。对。恢复到一种最正常、最佳的状态。对，还满面红光。对。所以他这个其实就重新做一次这个葬礼哈。我认为他在提醒这个孩子，爷爷确实已经去世了。但是呢，就在这一次的梦中呢，爷爷做了一个叫最终告别。别想我哈。爷爷要走了。去哪里呀？转世。爷爷转世了。对。他抓小偷呢，我想就是在地狱之中哈，其实也有很多他的个性哈，这些灵魂的个性，他和人的个性一样，有的还是偷偷摸摸，有的就是坏人，习惯犯罪是吧？一直在侵扰打扰爷爷。比如偷走爷爷的财物呀，扰乱爷爷的心境啊，是吧？所以让爷爷之前弄得很败落、破破烂烂的状态。这一次呢，经过这个孙子孙女的做功德之后哈，爷爷能量充满满面红光，有的是力气，很快将困扰他的这些贼级的这个一个灵魂吧哈，给捕捉到了在那个阴性的世界之中也有他的法，比如说就交给了警察。那么随后呢，又向这个孩子来告别。对。别想我哈。别想我呢，就是你忘了我吧，不用总担心我了。就给孩子一个嘱托，放心吧。这次的放心叫彻底的，怎么彻底呢？爷爷要转世了。真好。对。而且爷爷的表情，也传达讯息给我们哈。
你看在门外的2个人哈，我觉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黑白无常，就是阎王爷的2个使者。一般人来说都是有这样的情形，哎，就是一黑一白，啊，2个这种带走人灵魂的这个大鬼或者叫神，哎，在等着他。对，好像听这个小红描述，严肃威武，对，但是他看不清脸，但他能感觉到那种威武之气。是，包括带走你去找阎王爷给你审判或者分配投胎，他肯定要投胎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了。爷爷也知道这样的一个讯息了，所以呢非常快乐，幸福快乐的感觉。当这个爷爷穿的衣服也好，又有快乐的感觉的时候，爷爷是不拒绝这个投胎的，是到富贵的人家。所以转世投胎一个好地方，到人间一个富贵的人家。哎，你看这个多好呀！是，他巴不得赶快去。是，哎，就是这样子。太好了，小孙女儿给爷爷做了功德。哎，爷爷也是收到了，太好了，真的。哎呀，这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家的爷爷，这一段情。对，一投身又投身到了别人家的，又变成一个新宝宝出世，可能又是别人家的一个小孙子诞生了。哎呀，这真的是这个宇宙的规律，真的是很奇妙。对，所以这个爷爷呢，感到很欣慰的说，我这个孙子或者个孙女，我可没有白疼他哟。你看这个时候给我做功德，让我呢一个解除地狱的那种贫困潦倒、病痛之苦，还让我得以解脱，得以早日的转世超生到好的人家，富贵吉祥的人家。太好了，哎，所以很幸福的走了，真好。哎，我也觉得很高兴。好的，感恩师父。师父，那小红还惦记着他奶奶因为当时也是奶奶也是咱的弟子哈，那奶奶也是领着小红来开始禅修的，所以对奶奶也是很有感情。所以也想问问，虽然他没有梦到奶奶哈，但是也想请师父帮忙看一看他奶奶往生的去处可好？我看了一下，我觉得奶奶呢往生叫天界。到天界了。对，天界，也就天国。哎，他不在这个三恶道哈。对，也不在人道，比人道高多了。天界那是最好的一道了。对，论层次来说，天界第一重天。第一重天。对，已经不得了了哈。对，4天王天哈。4天王天。做天人了。是。已经很吉祥了。吉祥。对。那福报更大了。关键就是，如果咱们有这个长辈哈，别说到极乐世界了哈，那是更不得了了。就到天界做天人，就等于神了。哎呀，他这个后代哈，几乎绝大多数哈，要不是超级罪恶的人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大富大贵的人。哎呦，真是对，托奶奶的福了。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好啊，幸福的小红是真好哈，真好。他这故事还不错，是感恩师父的解读。师父，那我们给小红也送一个礼物吧。好，这个孝顺的孩子啊，小红是帮了爷爷奶奶，对，送一个红色的八宝灵珠哈，祝你一切万事如意事事吉祥。收到，感恩师父，真是个孝顺的孩子哈。是，真好。那师父接下来我还想给您带来一位来自台湾的小矮师姐，她想给师父分享一下关于她家族的一些故事。好。他说：“师父好，我是小矮我的爷爷呢是退伍军人，年轻的时候上战场，参加过很多战役。战争结束后，他就在政府机关的水土保持局开挖土机。因为常在开挖土机的这个过程中呢，会挖到蛇，我的爷爷呀就会将这些蛇带去蛇店卖，也会带回家，由我父亲宰杀以后煮食分送给邻居吃。在我的记忆中，爷爷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常常因疾病而开刀，从爷爷的腹部、大腿到小腿都留下了长长的开刀的痕迹，就好像是被宰杀动物般的那样被开肠剖腹。
爷爷在10年前往生，爷爷往生后，我就跟妹妹经常的梦见我的爷爷。有的时候我们梦见爷爷像一个干尸，在又黑又臭的水沟里，说自己很冷很饿。有的时候妹妹会梦见爷爷躺在妹妹的床上，呈现着干尸的状，这样的梦持续了3、4年。当时我们还没有进菩提，不懂得这个梦的意思，直到2014年进了菩提禅修，在清明节、盂兰盆节都有听到师父开示，梦见往生亲人不好，表示他们在恶道，要为他们做功德，因此我便开始为爷爷供灯。我供灯之后，又梦见了我的爷爷，梦见他站在一个很光明的地方，他说他要进去那里。之后每年我的爷爷在清明和盂兰盆节的时候都会准时来到我妹妹的梦中报道。有一年呢，本来爷爷是坐在客厅，好像是等着要吃饭的样子。那一年我们点灯之后，在下一年妹妹就会梦见爷爷已经在饭厅吃上饭了。直到师父开示塑地藏王菩萨佛像的殊胜，我们就为爷爷塑了佛金身，而且点了49天的超荐灯。结果当晚就梦见我的爷爷在地府穿金戴银，像个员外，身后还有一个豪华的大房子，手中牵的是我的弟弟，是弟弟小时候的样子。之后我们又为爷爷点了1年的超荐灯，还有塑了地藏王菩萨佛像，就再也没有梦见过爷爷了。那爷爷在梦中牵着的我的弟弟呢，是家里的长孙。我弟弟从小就是问题人物，不管工作或念书，总是跟人起冲突，做事总是半途而废。从30岁开始，弟弟便觉得邻居都在讲他的坏话，因此因为这个四处搬家，也会跟人起冲突，甚至是拿刀要杀对方。家人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生怕他伤害别人。在2021年的10月，我的妹妹梦见师父告诉她，我们有一位女祖先恶狠狠地看着我的弟弟。后来我们就为那位女祖先也点了灯。后来到了2022年的1月，弟弟终于同意去看医生了。医生诊断是思觉失调合并幻听，就是精神方面的疾病。目前服用而且要注射精神科的药物，住在精神康复之家，已经无法工作了，只能终身服药。那我再讲讲爷爷的儿子和孙子。爷爷有2个儿子，爷爷的小儿子离婚了，爱打电动，一事无成，花光了爷爷的养老金。那爷爷的大儿子呢，就是我的爸爸，之前身体是非常不好的，肝炎指数很高，脸色乌黑。幸好爸爸遇见了师父，师父建议他来禅堂修行，说在禅堂修行做义工，28天就可以延寿1年。父亲很听师父的话，修了1个月，肝指数就恢复正常了。现在父亲每天走八卦，脸也不再发黑，整个人看起来精神特别好。感恩师父救了我的父亲。那再说说爷爷的2个孙子，2个孙子的情况都不太好。我弟弟是精神病，我的堂弟一个是不良少年，高中不爱读书休学，跑到宫庙学习跳8家将，认识一些人，花费很大，最后设计还骗我叔叔的钱，让叔叔很伤心。我想请师父帮我看看我的爷爷现在如何了，是否到了好的地方。还有我们家都是男生不好，女生呢就是会头疼，也是想请师父看看，这是和祖坟有问题，还是因为祖辈杀业太重导致的。那我们很早就离开了家乡，根本不知道祖坟在哪里，该怎么办？我的弟弟的精神病会好吗？恳请师父开示以及加持，感恩。这小矮他是来自于台湾的哈，对，这个故事也挺长，对，一大家子的人，听的人也听得毛骨悚然哈。对，哎呀，这个好像他这些事儿与爷爷有些关系哈。是，之前爷爷在开那个挖土机，对，经常挖土呢，
一些荒坡呀、山坡呀，可不那里头住一些动物嘛，对，其中就是有蛇啊，对，他关键没把蛇给放走，都给弄死吃了，是啊，这个其实从这个万物有灵的理论来说哈，其实也是不太好的，对，特别小矮他描述的很细致嘛，就是还会让那个爷爷还会让爸爸去，就是把那个蛇做一些处理啦。处理的时候，他说最后其实爷爷遭罪啊，晚年遭罪也是生病。哎呦，他说他的描述就是说，也像那个开膛破肚的那种感觉，有这种联络。你想一想，其实真的就是因为你在杀蛇也好，杀动物也好，他总是要把这个身体给伤害了哈，剖开肚子呀，剁掉头啊，什么切掉腿呀，这个动作肯定是要做的。哎，那所以，但是人老了之后，你在做手术、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和其他的动物。只是那个脸不太像而已了，其他都差不多啊。是，就是这样子。对，虽然也不能完全这么相比哈，但是看看之后，再接下来后代的一些现象哈，是，也确实值得我们进行深思啊。对。这爷爷的2个儿子嘛，首先小儿子就不太好哈，对，然后就是酗酒啊，然后最后把爷爷的钱也花光了，就他不光是酗酒啊，就是好像离婚了，一事无成，是一个有问题的年轻男人，对，有问题的哈，对，所以不好好工作，不好好做事，对，那么最后又把这个老父亲的。养老金就从这个儿子来说嘛哈，从他叔叔本身角度来看，等于把他爹的养老金都给花掉了，是这个花都叫忘花，就是胡花掉的，对，这老人家最后老了之后啊，就是在金钱上来说没有可以依赖的了，对，谁要得个病，幸亏台湾还有那个医疗保险还不错哈，但是如果是其他问题的话呢，咱们假设说买棺材买坟地呢。这没钱了，棺材本都没有，也是挺可怜的。对，2个儿子嘛，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我们这个小矮的父亲啊。本来他父亲身体非常不好的啊，说那个时候肝脏很严重的发炎啊。对。然后碰见师父的时候，其实师父也是就是非常关心的告诉他说来修吧啊，来修20天能延寿1年。就小矮听明白了，小矮知道师父这样说是爸爸真的需要来。关键我说的时候啊，他关键他还真信了，我的心还是希望能帮到他。结果他爸爸真是挺有缘分，是就照着做了，照着做，结果就是改变了。对，1个月肝脏恢复正常了。这我都没有想到哈，他照着做。因为很多人收到医生的通知书哈，你让他做啥的话都不做，太晚了。我们要求都不高啊，就是说你来走八卦吧，对，或者你来常常做义工。很多人是各种原因哈，或者叫的因缘吧哈不够，有各种理由，一个是不好好做，第二个还有很多什么尊严呐。一些心理问题呀，面子问题啊，各种障碍，放不下，放不下，他就没有想，生命重要啊，还是面子重要？就是，这个小矮的父亲有缘分哈，有缘分啊，也是对。那说完爷爷的2个儿子，2个孙子，就也不太好。第一个孙子就是小矮的弟弟嘛，就是精神病，30多岁就开始犯病了，现在就是在精神病院。肯定什么都干不了。另外一个堂弟也是，不务正业，骗了叔叔的钱，真的有点像他的爷爷的小儿子，像他叔叔，对，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他叔叔的儿子呢，等于是骗他自己爸爸的钱。对呀，就像他爸爸那个年轻的时候，把爷爷的养老金糟蹋完了，那种感觉哦，真的挺像的。一代一代都模仿，就是一代一代这样子的。这种现象都好像如出一辙哈。对，所以你看，其实对他叔叔来说，当年骗了他老子的钱，现在儿子就来骗他的钱，就开始捣鼓他的钱了。对，说叔叔估计挣2个钱，存点钱已经很艰难了，是吧？他本身也不务正业嘛，是，最后就那点钱还让他儿子给骗了，也给骗走了。哎呦，骗来的钱又被骗走了。你说这。你只能理解为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吧？以报还以报啊！哎呀，对，所以这个
爷爷的这个，就是之前跟蛇的这些事情啊，导致。但是这个小矮分享了他的梦境啊，就是爷爷去世往生10多年嘛对。他之前和妹妹经常会梦到爷爷，特别不好，就像干尸一样，然后在又脏又臭的臭水沟里，很饿很冷。那就是在地狱中受刑受苦。他不像他梦到那个样子。其实我们讲过地狱了哈。在地狱中正在受刑。受刑受苦，因为那个场面如果梦到的话太残酷了，所以呢，只是说还照顾了一个人的承受力哈，还是说只是说有点贫穷啊、寒冷啊那种感觉。还像干尸一样，你想，真是都是与蛇之间的伤害都有关系啊。是，对，这都是特别不吉祥的。那所以这个后代能好得了吗？对，他妹妹有的时候会梦到爷爷像干尸一样躺在自己的床上。躺在他妹妹的床上。对。这个我们给网友沟通一下哈，就是如果梦到一个不吉祥的一种去世的祖宗哈，那个尸体，或者你知道他已经死了，对，可是他就挨着你睡，或者是睡在你自己的床上，或者你们家某个人床上，那这个人就要非常小心了就不太吉祥了。对，吉祥。还有说前头拉着他那个孙子的手，对，拉着弟弟，拉着他的弟弟嘛，就是爷爷的孙子嘛哈。对，那这个弟弟不就成精神病了吗？是吧？如果不成精神病，就会把弟弟领走了，带走了。是这样子。其实这都是一种预兆。对，在梦中哈，就是我来就算解梦啊，就解你和你祖宗之间的这样的梦境的状况。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就果然哈。你看，这个躺在妹妹这个床上，已经去世的，而且很痛苦的那个样子哈，对妹妹不好，拉着这个弟弟的手，对弟弟不好，就弟弟精神病，哎呀，真是。那我们来看看小矮怎么样呢？小矮相对来说，在他孙辈里还是一个明事理，而且还是积极的为爷爷在点灯做功德的一个孝顺孩子。所以呢，就是他也是刚梦到，就是爷爷像干尸一样又黑又臭的水沟里冷的时候，他后来进了菩提以后，就听了师父讲解的这种道理，他也学着去做这些功德，去给爷爷点灯哈。点完灯以后，就又做梦了，又梦到爷爷就开始在一个亮光里面。很光明的地方，爷爷说要进去那里。这个是个好现象。你看，立刻就有这种变化了。是，遇到这个去世的长辈哈，如果在黑暗阴冷那个有恐怖那个状态，就是不好。遇到光明的、欢喜的、穿得特别光鲜的，这就是好。对，遇到光了。对，这是一个大变化哈。对。第二个呢，就是他说之后他又在逢清明节、盂兰盆节的时候，还会给爷爷继续点灯做功德，这个也有变化哈。之前呢是爷爷在客厅坐着等吃饭，就是还是没饭吃，对不对？点完灯以后呢，也做梦就是爷爷已经在客厅里吃着饭呢，就有饭吃了。对，这又是好大一个变化。当然了，好显著。对。这对爷爷的帮助太大了。对，他这真的是一步一步哈。他接着呢，就是师父又推出了这个塑地藏王菩萨金身对，小矮是非常孝顺，为爷爷塑佛金身了。做完这个之后，这下梦见爷爷不一样了，在地府里穿金戴银像员外一样对，像员外一样。后面还有一个大宅子，富裕了。对，是一个富贵的长者。对，虽然在下头哈，在阴间哈。对，这也不一样那就成富人了。这老头谁敢惹呀？是。对，至少不受罪了呀。好，
这个也步步高升哈，这个已经又越来越好，员外相了。再往后又点了1年的超荐灯，再加上给爷爷塑了地藏王菩萨佛像之后呢，塑金身之后，就再也没有梦见他了。哎，这是个好事哈。哎，梦不见啊，也有梦不见的好处。总梦见不太好。是。还是就是毕竟我们叫阴阳两隔哈。对。它是2种世界，通常是。无论是不要梦到，不要看到，都是最好的。对，梦到看到，尤其是多了，就是我们活着的人受伤。其实对方毕竟是阴气嘛。对。不管你是梦到了、看到了、感觉到了，就是对你来说都是一种，不一定叫伤害哈，反正是不好。有一种消耗吧。对。是一种消耗。所以小矮也是，哎，师父您说这个小矮啊，他也是一个蛮灵感的人哈，蛮有，经常能够看到爷爷的梦见啊，爷爷的这种惨状吧，或者是破败相，但是他就是做一次功德，他就能够看到爷爷又上升了一步，又改善了一下哈，做一次功德又改善了一下，所以还亏得有他这种能力吧，或者是说他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真正的你哪怕做一份小小的功德，一份心意，但是作为你一个后代人来说，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心意，都能够极大的帮助自己的祖先，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爷爷还是挺喜欢这个孙女的哈，很喜欢小矮哈。对，所以呢。小矮就给他做那么多功德，对，那么最终呢，还是小矮还是很受益的了，是，对，所以，这个懂事的孩子呀，就帮了爷爷哈，是，真的很好，那师父，我们也送小矮一个礼物，好，这个懂事的姑娘哈，好，送你一个我画的这个丝巾吧哈，好，很美的，希望你佩戴上之后呢。能够如意吉祥哈，收到。对，好，他还有个弟弟嘛哈，弟弟妹妹哈，对，他弟弟挺需要帮助，对，是弟弟妹妹都，每人呢我送他一颗这个八宝灵珠哈，这个丝巾呢给小矮啊，好，祝你们如意吉祥，健康长寿。收到，感恩师父。好，师父，接下来是我们一位网友，网名叫开心快乐。他做的这个梦挺好玩，挺美的哈，做了个美梦，叫梦见奶奶给宝贝。尊贵的师父您好，弟子在去年师父讲解地藏经时，第4天我写的信被师父选用，是我梦到了先生已经往生的爷爷奶奶非要住在我家的这么一件事儿。当时师父帮了他们。我也听师父的话，为他们塑地藏王菩萨金身，点灯超度，也去祭拜了。就在半个月前，我梦到了奶奶拿了很多宝贝，先拿着一个黑色的像小碗，但是比小碗又小的东西出来。我拿在手上看着，坐在旁边的小姑一手抢过去，奶奶一下子抢过来不给她，小姑都生气了。然后奶奶又拿出一个银灰色的像小铁锅又比锅小的宝贝东西，我就问这能干什么呀？奶奶说不管怎么用，这也值2个钱呐。她轻声细语地说，很高兴地给了我。然后我又梦到了收谷物的人来了，我心想那我去问问奶奶，咱家那些谷物宝贝卖不卖？我就带着我的弟媳妇儿一块儿去，刚到那儿就看见奶奶坐在高高的像棉花又像七彩带围绕的起来的东西上，很年轻漂亮，像菩萨似的，穿着长长的古代衣服。我问奶奶，您那些宝贝卖吗？话音未落，奶奶瞪着眼睛望着我的弟媳妇儿，恨恨地说不卖。在梦里，我就意识到奶奶好像是不想让我弟媳妇知道，我没说话就走了。请问师父，奶奶是到好地方了吗？这个梦是一个好梦吗？祈请师父告诉我。
是个好地儿嘛，还第一次看到，就是我们的长辈在给孩子后辈啊，在发宝贝呢。对但是梦中哈，就是我们的祖宗哈，对，如果给我们一个是，我刚才说那种感觉哈，一个是在觉得是好地方，在高贵的地方，而且表情是欢乐的，哎，这个就是祖宗在那边是吉祥的。哎，那这个遇到这个祖宗呢，就是已经往生的祖宗了哈，能够说给我们觉得是宝物，哎，凡是他认为说是宝物，这就是吉祥的，是好的。哎，那像给他给的什么锅呀、碗啊，对，这些是太好了。这意味着什么呀，师父？比如说给你一个碗哈，你就通常会生个男宝宝。哎，给你个锅的话呢，给你一个未来一个圆满的家呀。哎，并且都是丰衣足食，是富贵人家呀。哎，你看，就给这个奶奶孙女之间，孙女孙子，这是哈。哎，就是给这个孙子辈的，赐福了。对，哎，这是孙子孙女啊，孙女哈。对，那这个孙女呢，你看又给她做功德，对，哎，所以奶奶疼她是对的，是，并且说，哎，接下来因为她这故事比较短嘛，哎，又梦到奶奶好像做的一个什么很高的有彩色的像棉花，那么那个七彩带，对，还穿的是像菩萨似的，很漂亮，穿着是长长的古代的衣服，都蛮美的，应该是叫菩萨的衣服啊，其实是比较华贵的啊，对，华贵的这种雍容华贵的古代的服装呢，第一个首先确认奶奶通常去世的人成为灵魂之后哈，在那面要是特别高贵的话，他就穿上古代人认为很高贵的服装。哎，所以这个奶奶，也就是这个孙子为奶奶做的功德哈，这太有价值了。哎呀，是太好了。奶奶的这些，你看到这个气质、穿戴、反应，这就是贵人。哎，奶奶成了贵人了。是，对。师父，刚刚我就是读到那个开心快乐他写的这一段，他说看见奶奶坐在高高的像棉花什么什么东西上，我头脑里首先立刻想到的，那不是一朵云彩吗？他就是感觉像坐在一朵祥云上似的那种感觉哈。我想我们今天呢，先不究竟他做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先不究竟，首先是好的，至少是天国的这个境界哈。对，他梦见什么？他因为前头奶奶给他有价值的宝贝嘛，对，就是说，哎，有人来收谷物来了，是，哎，一些旧东西卖的还挺贵嘛，是吧？哎，他就拉着他的弟媳妇，对，去见奶奶。这奶奶呢，在那个高贵的那种打扮和环境下，可是一看见弟媳妇来，就脸一沉，不高兴，就不卖，对，好像就在说给这个弟媳妇的，哎。那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好像有一点分别对待的这种感觉，不满。可能弟媳妇本来在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哈，他们第一个就可能不和，第二个可能弟媳妇可能有不尊重、不礼貌的方面，说让老人家对他不开心，就没有尽到他的孝心。但我们这个开心快乐网友还是很棒的，他是去年的时候啊，他梦见往生的爷爷奶奶来家，想要住在他们家，所以给师父写信啊，然后也是有幸被师父抽到了。师父说爷爷奶奶需要做功德呀，师父当时帮了他，他也为爷爷奶奶做了功德，去祭祀了，塑了佛菩萨金身啊，所以呢，他就有这样吉祥的梦。就是他确实跟弟媳妇不一样，对，他真的是尽心尽力的为爷爷奶奶做了很多功德，所以也是就是奶奶就有点偏爱他了。其实即使往生了的话，就是我们的祖辈都还是分得清现世的孩子们哪个更有孝心，哪个做的事儿好，这些我们的祖辈都知道。尤其是已经往生的人哈，对，他在那边再回看人世间的话，那叫一目了然，对不对？一个是孝敬他，第二个的话，这个孩子也是比较善良，又善良又有孝心的孩子，所以奶奶是最爱他，所以将会把这个祝福啊，
甚至是祖辈的功德哈，对，都会传给这个孩子，就一股脑儿都给他了。对，所以这个梦境呢，就是说，他拉着他弟媳妇儿说，他们得不着，我都给你，是这个意思。这潜台词就是这个意思。感恩师父又帮我们的开心快乐网友解了梦啊！对，他真的是比较痛快、比较舒服的啊。也请您给我们开心快乐网友也赐一份小礼物，好不好？好，来了，哎，招财猫啊，招财进福。对，这个孩子有孝心哈，所以应该得一个这样一个小图画哈，是。好，祝福你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师父，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韩国鞍山禅堂的宜川给我们带来的故事哈，也是他和自己的爷爷奶奶和往生的祖辈的这些美好的因缘的关系。好。快到清明节了，每年在这样的节日之前，我总是特别害怕、惶恐不安，甚至下班回家都不敢一个人上楼，晚上也不敢一个人去上厕所，总感觉有人在后边看着我，后背发凉，故意的大声要跟老公说话才行。天稍微黑一点，我就必须拉窗帘，进卧室，关闭窗门，特别害怕门缝，都不敢睡觉。因为每到这样的节日，我总能梦见已故的亲人，每次梦到我都会点灯，但是每年临近这些节日时，都还会再梦到。我有的时候是记不清梦里的内容的，但会清楚地记得梦见过谁。梦见他们之后，我很疲惫，很不舒服，身体特别的沉，像背着大石头走路，要过好几天才能缓解过来。去年盂兰盆节的前1个月左右，我梦见了过世的爷爷奶奶。在梦境中，爷爷奶奶来禅堂参加很大的活动，穿的也很华丽。我在禅堂的门口接待，看到了爷爷奶奶很开心，马上就上去迎接。爷爷奶奶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没有门票，进不去。”可能是好久没见，真的太开心了，我就笑醒了。醒了之后，心里又很难过。我在禅堂里工作，连爷爷奶奶的门票都没弄到，然后还在心里面嘀咕着，爷爷奶奶都过世了，要什么门票呢？我就为爷爷奶奶预约了盂兰盆节法会上的超荐灯，但是晚上又梦见了爷爷趴在我床边，埋着头不说话，奶奶也趴在我的床边，脸冲着我，面无表情。梦里的我看见之后还是很惊喜地问：“爷爷奶奶怎么来了？”我就起身去抱奶奶，奶奶一口就咬住了我的右手小鱼际那儿，我一下子就疼得坐了起来，才发现是梦。醒来之后，被咬住的地方还能感觉到有点痛。来到禅堂之后，我就跟师姐们说了，我都已经给爷爷奶奶预约灯了，怎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师姐们说：“哎呀，你呀，都来找你了，你还预约什么？马上点吧，他们需要。”听了师姐们的话，我就马上给爷爷奶奶点了灯。到了盂兰盆法会上，我又再次为爷爷奶奶供了灯，到现在也没再梦到爷爷奶奶了，希望他们都去了好的地方。今年的3月初，我又梦见了过世的姥姥，梦里面姥姥可凶了，质问我说：“你为什么不给我钱？”因为我是在奶奶家长大的，所以和姥姥的关系不是很亲近。听到这话，我就给吓醒了。醒了之后，我还在想，怎么姥姥也来找我？有了前车之鉴，我就马上去禅堂给姥姥点了灯，之后也就没有梦到姥姥了。感恩师父，感恩佛菩萨。师父，我还有一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鬼压床。我并没有梦到鬼，但是睡觉想醒还醒不过来，意识是有的，但身体动不了，嘴也说不出来，心里面不停地念叨：“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我害怕。”
这样才能够醒过来。醒了也是很难受，感觉力气像被抽走了似的，一整天都非常累。从那之后，我在床头放了金刚诀，睡觉也是买了大尺码的菩提短袖。醒不过来的事儿倒是再也没有发生过，感恩师父加持护佑。弟子祈请师父指导解惑。在家里我也是最小的，为什么总是我能梦见已故的亲人？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我只是供了灯，这样够吗？还能够为他们做什么吗？请师父指点我。弟子宜川恭敬核实，感恩师父。师父，我们也来帮帮这一位年轻的宜川弟子，帮他分析分析，看看他的梦境到底预示着什么。师父，他是最开始呢，就是去年盂兰盆节前1个月梦见了爷爷奶奶。见到爷爷奶奶呢，他挺开心的爷爷奶奶还跟他握手，可是说了一句没有门票进不来。好像感觉是爷爷奶奶想来参加我们的法会，对，但是呢没有，就是缘分不完全成熟啦，不能够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由头在里面，所以他就纳闷呢，对呀，怎么还要门票啊？是，然后他呢就给爷爷奶奶预约了盂兰盆节的超荐灯，预约灯之后又梦见爷爷奶奶了，这回梦见就是有一点不太好了，这爷爷奶奶呢都趴在他的床边，都不开心，最关键是奶奶还咬了他的右手的小鱼际，咬了一口，就是这个地方，对，就是对，就是在手的这个部分。对，他醒来还觉得疼呢，就师父这个是什么寓意呢？先说爷爷奶奶想到禅堂来说没有门票，如果作为一个灵魂来说，到禅堂来需要一个什么东西吗？功德吧。如果作为一个灵魂或者鬼魂是进不了禅堂的。是这样的。除非供你的牌位这个护法天神允许你进来，才可能。对，这是供佛的地方，是最高神灵的地方，鬼怎么能进来呢？是这样的。是。对。所以难怪对，是希望他来给爷爷奶奶供灯、供超荐牌位的。所以让他梦到也是这个缘分的。是。这样他们就能得到佛光护佑嘛。可是他刚开始梦到的时候，他还没明白，可能就没有马上做。这个倒是真的，我们也学到了所以就是然后这个孩子呢，就给爷爷奶奶预约了。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还预约了这个超荐灯。我估计我猜想他是因为还要等这个盂兰节，是不是要靠近那个正日？他从哪一天开始供？对，比如说还有1个礼拜等着吧。说我提前缴过钱，我先等1个礼拜之后点灯对不对？但是爷爷奶奶做出什么动作呢？都等不及呀。第2天晚上睡觉说：“你怎么还不去啊？再不去我咬你！”真的。奶奶在他手上咬了一口。实在等不及了。对。可见就是爷爷奶奶就是很急迫，很需要得到救助，越快越好。对。我们说一点轻松的比喻比如说你那个走在半路上，你的车坏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人帮忙，你那个心里急不急啊？着急。你看天黑了，风雪就要起来了，对吧？着急吗？如果在地狱之中比这个急1万倍。没错。所以爷爷奶奶也不顾长辈的尊严，第2天你还不来，咬他一口。是呢。这个很形象，这个太能理解了。就是我这个比喻不形象，但是这个紧急的这个心态你能理解吗？对，就好像比方说我们正饿着呢，要吃饭呢，然后孩子说：“奶奶，你不用急我跟你约了，下午5点就给你送过来我的天哪，我这中午的饭还没吃，还饿着肚子。是，就是这种感觉你说奶奶能不着急吗？是，对，这里头。这是故事中套故事，都是谜团
大家听完之后就哎呀就释怀了。但是细心的人会说，奶奶那么急，为什么非要咬这个孙女的手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呢？对哦，还非要咬在那个，就是宜川还特别写出来，还要非要咬在小鱼际那个部位。这有没有什么那种暗示啊，或者是奶奶给他传递的一个信号？我的分析有点牵强附会哈。从手相学来说哈，这一块呢，代表着与子孙有关系。第二个，破财。是。我给大家讲过手相中的一个概念哈。比如说他把手伸平了，完全伸展平了哈。那你拿点清水倒进去，看你的手心有没有存住水哈。但是如果现在存住水了，如果把小鱼际这一块掰掉呢，下去，那就卸掉了，就流掉了。所以为什么我说破财呢？是。在手相中还有一个，小拇指对应小拇指的手掌的部位的下端，就是小鱼际这一带，就小拇指往下这一带，都与子女有关系。所以他的后代被咬的人，生育要小心了，没法再说了。对，就还是快的，赶紧把爷爷奶奶的这个灯要点起来，功德要做好，要赶紧要让爷爷奶奶先得到救度超脱，否则的话，就麻烦了。是这么一个含义在里头。是，那太感恩师父，特别及时的指导了宜川呐，对，真的是，相信宜川听懂了。对。后头还有问题吗？后头还有，还有爷爷奶奶安顿好了哈，然后就是又来姥姥了。那么宜川也讲，其实跟姥姥呢没有特别的亲，不像跟爷爷奶奶还更亲一点哈。好，然后他姥姥更凶哎，还在梦里问他，你为什么不给我钱？对，刚刚我们还说爷爷奶奶是要门票，其实是就想参加这个，想来禅堂，想被佛光照哈。姥姥更直白，怎么没给钱呢？直接要钱。要钱啊，长辈万一要钱呢，都是在帮你。还是在帮我们呢？你想啊，奶奶在她的手掌边上咬了一口。第一个就破财吧。但是姥姥来呢，首先来帮她来了。有时候叫忠言逆耳。越忠诚的对你好，她的表情不一定是看似像售货员那样微笑服务。对。他会直白的来帮你。你快给我钱。我缺钱，你为什么还不给我？这个时候实际上来说是帮他补咬的这一口。帮他补锅来着。这样子啊，那真的要好好的感恩姥姥了呀。对。但是呢，他要做的是什么呢？都在应该说给姥姥要上供啊。这关键那个季节的时候要烧纸钱呐。烧纸钱要祭祀啊，在佛前为姥姥点灯祝福啊，是吧？甚至让药师佛帮他消灾啊。这些动作他要去做。是。这样对他才有好处。好的。虽然他是跟奶奶长大的哈，看姥姥就没那么亲哈。但是他毕竟是他的先祖啊。对呀。都是爱他的。是。那你应该祭祀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就喜欢奶奶，我只管照顾爷爷奶奶，那不行。这姥姥也生气，也吃醋啊。吃了醋之后对你没什么好处。所以的话，他那么爱你哈，所以你一定要学着去祭祀他，还要帮助姥姥。对，所以最后其实宜川想请师父指导的就是说，他只是供了灯，这样够不够？还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吗？刚才师父就是很明确的就指导了宜川，你要做祭祀而且爷爷奶奶姥姥都要做，而且还要更直白的就要烧一点纸钱给老辈们，给祖先。对，这宜川小朋友还年轻哈。是。对，因为你的人生刚开始不久了，就是独立生活哈。
往后的问题还多着呢。光你姥姥和奶奶的表现，你还有后患问题。所以要继续好好做功德，为他们。是这样，对。这宜川小朋友也是有点纳闷，他想问师父哈，他是家里最小的，可是他经常会梦见家里往生的亲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他梦见。就想请师父看看。对，师父，这个姻缘和家里排行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你现代人兄弟少哈，你过去的人兄弟8、9个、10来个正常的哈。但是一般并不代表说你经常梦到他，或者带有预言性梦到了，对你来说就是特别吉祥的，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他这个深深的缘分很难用这一个现象来表现出，就是他和长辈的缘分，或者他是有福气的，不一定的。不一定。就是，但是我们从这些故事之中哈，就是能看到的是什么呢？想听我的解释吗？想啊。就是我们，就拿这个宜川小朋友来说，还前面我们听的这几个故事哈，就是你梦到你的长辈，无论是责怪你，还是要门票等等的，其实都是他们很爱你，他想帮你。就是长辈在问我们要，但他都是在帮我们其实是为了我们好。其实是因为很爱你。如果真的不爱你，就是长辈去世之后，你从来10年你都没梦到过一次。那可能也麻烦什么，他不想再见到你。就是伤感。所以总梦到也不是个好事，总梦不到也不是好事。所以就个案就只能单另分析。对。所以但是我对这个总结呢，就是说你梦到了，他给你的启发，他把你要这个要那个。你比如说姥姥说了，你还不给我钱啊？为什么不给我钱呢？那你真的是拿现金给他吗？不是啊。其实你花了很少的钱，对不对？我们比如说还是说按美金算，你花了50美金，你买那些纸钱，还有往生的人穿的衣服啊，买一堆，甚至纸糊的汽车，那才值多少钱呢？对不对？对。所以你花50块钱买一大堆，是啊，但是这个长辈就满足了。但你把钱烧过去之后，他就放大了，可能1万倍以上，这老人家成富人了。但是说我们长辈已经往生的长辈在那面，就是吉祥了，富有了。那我早就讲过了，我们好不好呢？好啊。所以你看到，我这样来描述，如果我们的长辈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和天国不一样哈，叫最高的。对。极乐世界的生命状态叫永恒。那么天国，咱们学过《地藏经》知道哈，天国有没有尽头？有，就是生命的尽头有是有的，哪怕活10万光年、1000万年，哪怕10万光年，它也是有个尽头，对不对？对。但是极乐世界无尽头，对不对？对。所以那是最高的境界。是。那当我们的先祖如果有一位就可以在极乐世界的话，哎呀，他的后人几乎不用太操心了。最后得就是4个字，就大富大贵。那真是太好了，要啥有啥，都是好的。祖宗的阴德太深厚了。对。关键这个阴德就变成了佛光啊。他到了极乐世界，你想他是什么？是啊。极乐世界就成佛呀。你就是暂时没成佛，接下来就是成佛了呀。对不对？对。所以那作为他的遗传的后代来说的话，就他会不会惦记你呢？会呀。肯定会。这个时候就叫被佛惦记，对不对？哎呀，那太好了。吉祥吧？吉祥。弄懂了哈。对。他和你有血缘关系，他是肯定先爱你的，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再降一级，咱们比如说到了倒立天了。天道里。天道33天是吧？倒立天。对。像佛的母亲住的那个天哈。
那吉祥吧？吉祥，非常吉祥啊！那几乎和天的年龄是一样。只要说天的年龄，就是它是有年的啊，可能比如说11年吧啊，这样子，很长。就是说实在话，想死都死不了在那个世界，而且没有忧虑，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没有饥饿，没有那么多欲望，挺享受的，几乎是永恒的。对，那你在那个世界有这么一位祖宗的话，那么他人在看那个世界的那个生命的时候，他们就是叫巨神。他的意念就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状态。是，更不要说财富状态了。说最近开支有点紧了，你的祖宗都不用在那儿，你的祖宗不用在那儿，就在地狱里头哈，就在阴间里头过那个员外的生活的。那你就不会发经济上的大愁。何况他在天国呀，到了天，那是巨神一级的，所以他心里头关照你一下，你不小心就捡了个金提包、金电脑，发财了，感觉靠山很足啊，20个金馒头，真的40张金大饼是吧？就捡到了，这就好像是天降财宝一样，就是这样子。你看这吉祥吧？吉祥。所以的话，咱们这个祖先呢，在那个世界如果是好，咱们就会一样，就是幸福、健康、快乐、心想事成，是吧？各种我想的，反正不是过分的要求，都能快速实现。是，就是这样。真的。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他们在那边受罪、受煎熬的话呢，说你爷爷正在被抽筋。说你腿肚子转筋，每天晚上转筋，一不小心打个喷嚏腰断了，太正常了，对不对？他和你连着的，表面上你没有看到，实际上他的这些讯息和能量都是相连的。他在那受苦，你在这好不了。所以这前头有人说了，我头痛，我腰痛和我祖宗是不是连着的？有很多是连着的，我们不敢说你所有的痛是不是都是你祖宗造成的，不一定哈，但是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是有这个可能，是有这可能的，所以他们好我们就好，他们不好我们就不好。尤其是师父反复强调过，我们的祖宗是我们的根呐，对我们好不好，更多的是从根上滋养上来的。对，这一点大家理解哈，理解特别重要。那师父是不是也是因为他来到了菩提所以爷爷奶奶、姥姥这回都来找他了？是这个原因。都来找他的原因就是说，他能够求得佛光更快速，这是一个捷径。要不然他们在那面没人帮他，就像人在遇到最大困难的时候，都要看我的同学、亲戚、朋友、同乡，找关系网。对呀，谁认识法官是吧？谁认识高官？谁认识总统？对不对？一样的。这灵魂呢，它是更看得清楚，超级电脑，就刷一晃，一晃手掌就知道了。宜川，是离佛最近的，找他。对，对了，就找你来了。是，所以找你来说的话呢，你早知道了，也听我这么解释哈，对你来说有好处。对，有个什么好处呢？想听吗？哈，想听，想听。佛在《地藏经》中说呀，就是我们看似再去帮助的我们的祖宗亲人哈，我们做功德，可是做了功德之后哈，真正受益的是谁呢？做功德那个人，做功德的人能得到6/7的功德。比如说，就是这样说，你拿了700块钱做功德，对不对？其实你自己能获得600块钱的功德，一大部分。对呀，你祝福的你的祖宗才得100块钱的功德，多数上你自己得了。对，有这个好处呀。你看，其实你在说帮了祖宗了，反而来说，祖宗也在帮了你了。对，而且佛呢也会加持你，对不对？你是个孝顺的孩子，所以帮他吧。知恩图报的孩子，佛都欢喜呀，对不对？你看《地藏经》中，我为什么讲知恩图报这点特别重要呢？地藏经》之中你看这个地藏王菩萨哈，他的过去若干世
都是在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对，虽然母亲虽然她的恶行都是不好的，进入地狱的，她要到地狱之中去找母亲。要让母亲解脱，去解救母亲，对不对？这就是一种天生的知恩图报，对不对？他为了救母亲，所以才越来这个誓愿越大，对不对？对。乃至几乎无量的佛都是他地藏王成就他们成佛的，所以这些佛见了地藏王都是很感恩的。那很多人从做官来说分官大官小，对不对？大家就说那地藏王菩萨这个威望和权力大呢，还是佛的权力大呢？几乎无分别啊。很多佛都是他成就的，让他成佛的，就是受他提携之恩呐。没错了，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功德应该说和佛无丝毫差别。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咱们做了这个功德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多。对。所以当祖宗比较爱我们让我们知道了、梦到了、看到了，那我们赶快去做功德。其实呢，那乍一看说是祖宗在那受罪，祖宗受罪你不倒霉吗？说白了，后代也肯定倒霉。可是做了功德之后呢，你先沾佛光呀。对，谁做功德谁沾光。就是这么浅显而实用的道理。所以我们梦到祖宗那个不好的那个现象赶快做功德。对。我还会提醒一点就是无论你这个祖宗亲人的关系和你他们在世的时候和你之间发生了愉快的、不愉快的、尊敬的、不尊敬的、合理的、不合理的、讲道理的、不懂道理的，没关系，毕竟是你的祖宗当中的一位或者若干位。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不计前嫌，就算是祖宗做错和说错了，死者为大，何况又是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都应该至少为他做一份功德，求得佛光普照，让他们不要堕入地狱之中，是吧？至少要转世投生到一个好人家，对不对？他们不受苦，咱们呢就沾佛光更多。所以咱们这个往生的祖宗之中，有很多人，我们和他之间在世的时候不一定关系都那么协调。那我们呢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死者为大，何况是我们的长辈。咱们一定要放下身段，学会尊重，为他们做功德吧。感恩师父。师父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彻，听明白了。我相信宜川也是很明白了。我相信我们网友都听明白了。那师父给宜川送一个什么样的小礼物一颗八宝灵珠。好，送给宜川祝你健康快乐，如意吉祥。收到。感恩师父。宜川是很需要八宝灵珠的。好，那师父接下来要跟师父分享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网友，叫虚榜他想跟师父分享解封17年冰冷的痛苦人生的故事。师父好，我的爸爸生前是一名割胶人员，就是橡胶园割胶的人员。我们家总共有15个孩子，所以超负荷的经济压力和生活重担都落在了爸爸和妈妈的身上。在我16岁的时候，爸爸已经是56岁了。从那时开始，爸爸就有胃痛的问题，每天都要吃药。爸爸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很少见到他笑，我们也很少得到父亲言语上的关怀，但是父亲在生活上一直都是默默地关心着我们。但年轻的我不懂事，对爸爸很冷漠，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和爸爸聊过天。1994年，27岁的我结婚了，也生了第一个孩子。日子不富裕，但家庭很和谐。1996年8月，我生了第2个孩子。我的2个孩子都由家婆来照顾，我跟先生就离开了家婆的家，来到吉隆坡工作。同年的12月，我得到家里的消息，69岁的父亲突然去世了。因为我结婚后基本没有跟父母联系了，更没有关怀过他们，只是过年的时候回去看望一下。所以爸爸去世之后，我才得知他死于肺癌。
隔年1997年，爸爸去世后不久，我忘记了是哪一天，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这个梦至今让我记忆犹新。我梦到在雨中，我的爸爸没有穿衣服，蜷缩着躺在坚硬而光秃秃的地上，冷得瑟瑟发抖，脸上流着2行泪，用无助的眼神望着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个场景十分悲凉。当时我只是觉得爸爸很可怜，并没有把这个梦放在心上。但非常不幸的是，自从我做了这个梦，我的内心和头脑突然变得一片空白，有如行尸走肉一般。我无法跟先生沟通，先生跟我讲话，我很难接受到他讲话的讯息，所以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回应。先生跟我讲话就像对空气在讲话一样，久而久之，他也不跟我讲话了。我跟先生1年都说不到几句话，家庭的温度降到了冰点。在公司，我也从来不跟同事主动讲话，每一次都是同事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才回复。我很排斥嘈杂的声音，当我听到这些嘈杂的声音时，我会感觉声音变得很大很大，吵到我心烦意乱。哪怕是在安静的情况下，只要听到别人走路的声音，那个声音就会无限的放大，吵到我无法忍受，内心无比的烦躁。所以我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更不会去参加聚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没有身体上的病痛，但我内心深受折磨。记得有一次，我无缘无故的就想了断自己，我觉得人生很无聊，我就麻木无聊的状态下喝了很多的酒，把自己灌醉了，直接躺在厕所里睡着了。睡醒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在这种行尸走肉、自我封闭、烦躁、冰冷的家庭关系中度过了漫长的17年。这17年以来，我基本没有笑过，也从来没有主动跟人打过招呼，给别人的感觉，我的脸总是黑黑的，非常冷漠，也不是一个正常的人。2014年的3月，我的母亲去世了，我也跟先生离婚了。4月，我通过亲戚的介绍认识了菩提禅修，来到了马来西亚宝林禅堂。5月份，我听说了在禅堂供灯很灵验，所以我就为去世的爸爸妈妈分别点了一盏49天的超荐灯。紧接着，我参加了菩提禅修8天半的健身班。在健身班期间，有为父母亲念佛的环节。在为父亲念佛的时候，我回想起爸爸为了我们全家17口人起早贪黑拼命工作时的情形，回想起了爸爸在百忙之中对我们默默的关怀与呵护，更回想起了我对爸爸的无视与冷漠。这一幕幕的画面就像波涛汹涌的海浪一样，用力冲击着我的意识。顿时我泪流满面，无法掩饰我对爸爸的忏悔之心。对不起，爸爸，我真的错了。我很后悔当初对您的无视与冷漠，希望爸爸可以原谅我的无知。不知道为什么，从健身班的第2天开始，我的头剧烈的疼痛，疼得我直流眼泪。这种剧烈的疼痛持续到了课程的第6天，这是我有生以来第1次头痛。在课程的第7天上，我的头不但不痛了，突然变得非常的轻松。从此我就开始变得开朗了，主动跟同事朋友讲话了，和大家见面也主动打招呼，脸上的笑容也多了。我的朋友跟我说，你就像变了一个人，以前你总是闷闷不乐，脸黑黑的，就像别人欠了你100万，现在你都爱笑了，还给大家讲笑话了呢。从那以后，我也不怕嘈杂的声音了，更不会因为别人的脚步声而烦恼。我有了我的社交圈，那就是禅堂的师兄师姐们。禅堂经常会举办一些好几百人的活动，我都来服务大家。每一次活动都充满了欢声笑语，看到人潮涌动、欢乐的场面，我也会很开心。
我以前从来不会摸小猫小狗的，对动物也很冷漠。自从我在佛前为往生的爸爸点了49天的灯，参加过健身班之后，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不再冷漠了，也会轻轻地抚摸小猫小狗了，小动物们也愿意接近我了。我很感恩师父，是师父让我卸下了17年1000斤重的包袱。我相信我变好了，父亲一定得到解脱了。感恩师父让我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感恩师父给我快乐。这位虚棒师姐也是经历了17年的痛苦煎熬，但这一切都源于父亲往生后他的一个梦，他当时就是梦见父亲在很蜷缩的在一个很硬很冷的地板上躺着，流着两行的泪，无助地看着他，但是这个梦过后他并没有做什么，结果第2天就仿佛刹那间他就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了一个，就他来形容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是心和大脑都被抽空了。他变得特别的不爱说话，就连别人说话他都会烦，他都会想躲避，所以他对周围所有的一切环境就用一个词来对付，就叫冷漠。我觉得也有个性的原因在里头，他的个性应该本身也不是特别快活的人，但是他自己描述呢，就是那一次梦到父亲这样一个阴冷凄惨的景象之后他自己觉得他没有灵魂了，对，他不知道，他看到别人笑，他不知道为什么笑，就我怎么没有觉得那种那是个玩笑，那是个快乐，对不对？看到鲜花美丽的色彩，他总觉得我觉得没那么美丽，不就是红色，不就是粉红吗？不就是黄吗？有什么开心的呀？对吧？对，有什么好笑的？对，也就是他的人生从此失去了阳光与色彩。就是他的描述，实际上我感觉就已经开始进入忧郁症的状态了，很深的忧郁症。从现代医学来说这种都算是忧郁症之类的。但是瞬间得的呀。对，这怎么回事呢，师父？那我还是觉得说，他父亲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流之后我从比较土的那种概念，就是说，父亲的灵魂，至少有一部分父亲的灵魂，附着在这个女儿身上了，就是附着在她的身上了。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吧？以我们华人角度来说在传统的理解上，说我们的肉体肉体是个肉体，是因缘和造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但是那个真的我呢，是我的灵魂，但是灵魂确实不是肉体，但是灵魂通常表现自己的时候，是通过肉体在表现着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尤其是表情，是这样的所以父亲的灵魂呢，附着在这个女儿身上。哇，这样的话，一下子你想想看，毕竟父亲是往生的话，全都是阴性的呀，所以他完全自己能量就被抽走了，对。看到父亲那个景象，他一下就进入一个悲惨的状态。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父亲会对他也有这么比较强烈的这种，或者是说要拉住他的这种心态嘛？反过来，其实我在看就老父亲生病去世，肺癌去世了，这个过程都没有告诉孩子。第一个，我感觉这个父亲还是觉得不要把自己的病给孩子添很大的压力和繁重就是我们的父母亲都很爱孩子，是怎么都叫报喜不报忧。你去问他们的时候，他说我都好，你们不用担心，你们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他有个什么头痛脑热有个病的，不会告诉孩子的。我觉得这样的父母真的是很慈爱的父母，很无私的。对，就是这样，父亲到死还是爱他。对，也因此，因为爱他，所以我不离开你。对，就找上他了。对，当然是父亲并没有想到，一个灵魂来到一个
不管是不是他的女儿哈，来到一个活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人就进入了一种叫阴冷的状态。他笑不出来，是没有阳间的能量啊。是啊，一股阴气成天缠着他的时候，他从此就再也没有了快乐。为此还失去了家庭。所以17年啊，这个虚榜师姐真的是苦不堪言啊，苦不堪言，就是深度的这种忧郁。我们没有得过的人，永远体会不了他的黑暗，他的绝望。对，所以他这17年后终于走进了菩提啊，他也就马上为父亲供了灯，49天的超荐灯，然后参加我们的这个健身班。健身班上念佛的时候，他是真心的忏悔啊，他真正的就是那个自己曾经对父亲的无视和冷漠，一幕幕的就出现在了他的这个眼前。对。然后他就头疼，师父，他在健身班的第2天就开始头疼，然后一直疼到第6天，疼的他就说从来这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疼痛。可是到了第7天，头突然不痛了，然后人就好像他之前刹那间从一个正常人变到了一个忧郁的深度忧郁的，这健身班第7天他刹那间就变得阳光了，他就愿意跟大家说话相处了。对，那就说问就是他为什么头疼是吧？那这个头疼呢，我们从结果看哈，7天之后他就见到了阳光，他就不再痛。关键他的前面的看似个性的那个表现哈，突然间改变了。对，看什么？看花就好美哟，是吧？看这个人好帅呀，好看呐，就开始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来看这个世界了。你们在讲什么笑话，我也听一听。对，最关键他有了感恩心了。感恩心啊！所以当有了这个感恩心哈，你看世界是美好的。当没有了感恩心呢，就像地狱之中没有了色彩。对，所以呢，他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这种痛，就是为了改变他。如果往高贵的描述一下，就是乌鸦变凤凰，也叫凤凰涅槃嘛。对，这个过程的话，一定把你这个鸟都烧了，有时候烧死1次还不行，再烧死几次，你才能变成凤凰。那你这个人要脱胎换骨的话呢，脱胎换骨就像刮骨疗伤，它也要痛啊，对不对？你前头你这么大的罪过，这么严重的病，这有几天的痛，不就是有限的几天嘛？还是可以理解的。你看它就发生了这么大一个改变。对，因为我们在菩提健身班上哈，大家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大光明修持法。这个大光明其实就是药师佛带着我们快速成就的一个方法。是，所以这样一个快速成就的方法，让一个人发生一个彻底改变的话，我觉得有点痛啊痒啊正常。他已经很划算了。是，对。他比起他之前的所可能犯下的错误和罪业，这几天的痛，佛力已经帮了他太多了。他太值得了。是，而且特别很高兴啊，就是在这个健身班上，他也升起了忏悔之心。他那个时刻突然领悟到，哇，原来我小时候爸爸是多辛苦啊！那个起早贪黑为我们这些17口人的这个吃啊，都是爸爸一个人在付出。他那个一刹那的这种忏悔之心和感恩之心，才救了他。是，所以你看哈，感恩心正是佛也教我们的。其实我自己也在领悟这件事啊。你听起来好像一个社会今天常见的一个词。对，谁不感恩呢？说感恩，感恩。对。你仔细想一想哈，如果你遇到的人，你想到他对你的好处，你会有幸福、快乐的感觉，对不对？那有了感恩心的这一刹那开始，你就开始拥有了幸福。你们想一想，我们仨在一起哈，你经常说，哎呀，看师父那天又瞪我了，那天讽刺我几句，说我读了这么多书，还说我没文化啊，是不是啊？你光想着像师父说你的听起来负面的话的时候，你想也一肚子气。那你想想，其实我也想不起我对你们有多好啊，想不起来。我们每次想起师父都是很幸福的，对吧？真的。所以
你如果能想起我一点好来，你就这么想吧。假设没有好，你也去这么想，你也觉得是幸福的，肯定的，对不对？关键想不起我的好来，那你生活中总有人对你好吧？你想他的好，通常对你好那个人，他如果经常靠近你，那有没有他令你烦恼的时候？有吧？每个人都有哈。如果那你只想那个人对你让你烦恼，他让我哭了，他让我痛了，他让我不自在。哎，那我就产生憎恨，对，让我心里不自在，我恨你；让我身体不自在，我恨你。哎，那么这种恨它会放大，就是情绪哈，情绪会放大。等放大之后，你的大脑当中全部是思考的就是恨，我讨厌你，甚至我骂你，我诅咒你就来了。那么人家的好你全忘记了，但是没关系，对方也不知道你在恨他，对不对？你想到别人的坏处越想越多，越想越多，对不对？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多。那天瞪了我一眼，那天还指了我一下，那天窃窃私语，说不定在说我坏话。那3件事混合在一起之后，说不行了，我怎么遇到这样的人啊？我好痛苦啊！你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烦恼，最后像个气球一样爆炸，带给自己的是痛苦。好，说回我们的话题哈。其实人有感恩心，我们就会幸福。当没有了感恩心，你就掉入了地狱，就是这样子。所以希望我们的网友也能够思考一下今天我讲的这个感恩心的这个概念啊，你们试一试。你对你的家人朋友的时候，是吧？你想到他对你的好，不要编，是不是啊？你就想到他对你好。有时候，尤其作为子女，不觉得父母对我好，那你返回来，你像你父母对你的那种，比如说给你沏茶了，快起床啦，妈妈做好饭啦，一会儿冷了不好吃了，你早晨起来你做好饭，你叫你妈。对。等你看你犯了错，你爸妈说你2句也没打你，对不对？但你爸妈和你犯同样的错呢。煮好了饭说我不爱吃，我自己上网点个披萨。你妈妈赶了半天面头，那一大身汗，一早晨起来就说你不吃，你点个披萨。对不对？如果你妈和你一样呢，你给我做好了饭，不行，我也点个披萨。师父，我们这个都不用爸爸妈妈来做测试，我们会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女这么经常就是用这么来报复我们的。对，所以要懂得父母的恩情啊。等有一天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哦，当年我是那么不懂事哈。是。对，所以我是说，你想理解父母对你好哈。你返回来扮演父母来伺候你的父母，父母就像孩子一样，你去伺候他，你就知道父母是多么大的包容和爱，真的很包容，是不是啊？这关键一般的孩子们他不理解，你对我好吗？我没觉得你对我好呀。觉得是理所应当的。对，有时候真的父母亲光说吃来说，父母亲忙了整整4个小时，给你煮了顿饭，就说：“哎呀，又吃这个，讨厌啊！”你的埋怨哇。爱哭的人又找个地方哭一场就得，对不对？还只能说孩子，这是信用卡，你喜欢啥你可以点。真是，但是这信用卡上的钱说不定是父母借来的啊。为了让你觉得开心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人要学会感恩，就是真的吃糠咽菜都是幸福感，对不对？如果没有感恩，你就生在皇家，也是一样是痛苦万分的。太正确了。好了，这个我们议论太多了哈。好，那我们也给这位怀宝师姐送一个礼物吧。好的，好，好，送你一颗紫红色的八宝灵珠啊，祝你呢如意吉祥啊，心生欢喜，好吧？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啊，我们网友哈也不断的在就留言提问嘛哈，他们听了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故事啊，也是说，哎呀，在菩提供灯，在佛前供灯，真的是帮到了自己的往生的亲人，也非常希望师父能为大家开示，就是供灯的利益。好的，在几部佛经之中哈，佛呢都耐心的、善良的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关于供灯带给大家的利益。
笼统上先说一下哈，其实，在佛的世界看，生物生命的这个状态，比我们要完善若干倍。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只是从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物质世界哈，我们类似的这个有血肉的这个世界之中，这个相关的动物、人类、物质啊，那在佛的世界呢，他看到的就不同了。我们说，第一个就是外星人，第二个灵魂体，第三个妖精，第四个天神，啊，第五种，当然还有更多的名字需要起了，就是不同的生命体的这个状态，但是这些状态是人类看不到的。那么多种生命体，人类看不到，所以呢，佛只能又很耐心地教导我们，你去这样做就是对了。所以在供灯呢，第一个供灯就带给我们的一个人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些好处，比如说健康。因为你在供灯的时候，其实在佛在就开始护佑你，为你消灾，为你除病，你就获得了健康。还有呢，像《药师经》中，佛陀的12个愿望哈，让你这个相貌还要完美，是吧？你看这个大家，尤其是女生哈，要特别注意这个个人形象，是吧？把这个脸擦得漂漂亮亮的，长得不漂亮，画得画漂亮，是吧？就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所以佛说，我们通过供灯这样的功德，让我们变得这个身相完美啊。接下来还要健康长寿，光普通健康还不行，光像小脸长得好看还不行，还得要长寿。这人是希望说人的几种好处，对不对？所以凡是短寿的，就觉得福气来说就不如长寿，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短寿就不如长寿更好一些。如果不是很痛苦的生活的话，所以我们供灯呢就得到这么多好处哈。现在光从我们的一个人的身体上，从健康、相貌、肢体的完美啊，还有健康长寿。我要长寿，我得健康的长寿，你不能痛苦疾病的折磨下长寿，那就很痛苦了哈，那就煎熬了。对，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人所求的东西。人所求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呢，有几种东西是人类必然要求的。比如说，人长大之后要有好的姻缘，这个姻缘我是指婚姻的意思哈。无论男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吧？人就怕这个娶错娶错媳妇儿或者嫁错人，嫁错人，男怕娶错媳妇，女怕嫁错人，这个婚姻的结合哈，有很多人本来是公主，结果一不小心嫁给了恶魔，那么她的公主呢，这一生就毁了，是吧？公主遇上恶魔，她不会变成王子，不会变成美好的王子，但是关键是公主会变成恶魔的一个玩物，或者是被毁呀。至少是什么凋零的花吧。对，那就凄惨的人生就来了哈。所以会有促进我们的好的姻缘。那还有呢，好不容易结了婚了，还可以促进夫妻和睦相处。夫妻和睦相处啊，是天下最大的难题，比治病还难，是吧？就是说两个人说刚见面一动心，这种机会人这一生可能有10000次机会，对不对？动心归动心，你们在一起生活100天试试看，对不对？不用虚伪的，你们都是穷人，穷人连化妆品都买不起，对不对？真是面对人生，两个人分一天就分一根黄瓜，这是你们一天的饮食。你虚伪的推让，看你能坚持几天。反正不是饿死你就是饿死我，看谁会推让说你吃吧，没事
啊，我饿死也没事，谁会这么做，对不对？到时候就不虚伪了。所以会在佛前点灯供佛的话，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好的利益。夫妻和睦相处，这样的护佑。有了夫妻了，结了婚了，一定会生宝宝，生不出宝宝更困难接下来就是可能保佑你生宝宝。还生了宝宝之后，从头3岁以内在乎他的健康问题，对不对？等尤其是7岁以后，父母担心既是健康，还更大一个担心将来是否成才。有很多孩子小时候活泼可爱，天真浪漫，可是一长到16岁、20岁之后，会发现变了个人，是吧？有些呢，这个小坏蛋就变成了好秀才，是吧？文质彬彬的，开始懂事了，是吧？也有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变成小恶魔。还有孩子呢，就像前面那个虚榜事件那样，我就不说话了，我也不吭声了，甚至我也不走出家门来了。好多这样的现在，就像中邪一样，真的，现在越来越多，对不对？是。所以子女教育成才问题，那我说去在佛前供灯，他保佑我们的子女保佑，让关键在子女在关键对事物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时候，前面有一盏明灯将他把美好的前程照亮，就替他指路，这多好啊，是吧？对，所以这么多的好处。还有呢？还想听吗？想听对，接下来就是子女成才问题。他们因为光能顺利的去让他变成一个成年人还不够，还能够对这个子女会起到一个叫超级的点化提拔的作用，让一个还算是聪明可爱的成年人会变得有所成就，比如成为非常好的优秀的医生、优秀的老师，对吧？这些都是需要功德的这个支持需要这个佛菩萨的点拨和佛光一直普照他才能有所这样的大成就。对呢。对，让子女有所成就，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而且很有效果。像前面我们来办那些青年班对，你看多少孩子，那父母跟我们说的时候都哭但是有孩子进来的时候，孩子不知道。很多父母把孩子来报名，弄孩子来报名的时候，父母觉得我的孩子可怎么办呢？学校也不要，我也看不到他的未来了。所以最后一关，就听说你们这儿还行，来试试吧。就是很多家长是把孩子这么弄来的，但是经过我们对他们的一些指导和激化，很多孩子还是后来是不错的考上好的大学的，为了找上好工作的，找上好对象的，还挺好的，挺不错的，很优秀的。对，这些家长都开心了。所以很多家长到今天还对我们念念不忘对，所以这些孩子们还在改变之中是。他们也是跟师父学习了，然后家长也是懂得了，为孩子多做功德，都给孩子不断的供灯。是。我们之前有来一个分享的嘛，一个年轻有为的律师，马来西亚的。对，他之前是不上课，然后天天打电子游戏，哎呦，给他老爸愁的呀，说这儿子怎么办呢最后来上了青年营，供了灯做功德之后，不知道怎么哪天儿子就自己慢慢的就说爸，我要回去上学了。最后现在是年轻有为，在马来西亚做律师，特别的棒，真好。他爸那个时候想不到今天有现在的儿子。对，那么他这个马来西亚这有一种高级律师对，你学法律的人一生只有3次考试的机会，3次只有。那有很多和他一起，他才20多岁嘛，和他一起考这个级别的律师呢，有很多40、50岁的大叔大伯了，对，还在考呢。而且一说在考试在复习时都颤抖，都紧张因为对他们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不但是最后一次，还是特别难，是吧？那这么一个孩子还去给他们打气，
告诉他们心理的方法，用哪种状态，甚至去到禅堂点灯，对，为他们点灯，他为他们去点灯，是，结果，我记得是100%都考过了，还是那一群人都考过了，是吧？是，这是在这个马来西亚考虑是最难的一次。对，他和他小组考的人都考过了，真的是，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好，可是当年在高中的时候，这孩子呢，家长发愁的说，聪明是聪明，但是不务正业，是还是废了，有个性。家长用了所有的方法，已经没有办法了。对，老师也急坏了，是吧？老师都希望说我的班出的孩子都是优秀的人才，是吧？这老师一定希望他是好的，家长更希望孩子好，对不对？可是这孩子就是不行，就被那个电子游戏给迷住了，可是到他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遇上了我们，对，带这个孩子一下就给激起来了，对，就懂事了啊。接下来肯定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律师啊，真的是非常好。对，真是不错。也是他的这个转变，妈妈真的是给了他一直在点灯呐。对，你想现在他能够去指导别人，能给律师们做一些心理上的辅导和安慰，了不起吧？对，你说20多岁刚入社会的小律师啊，哪有这么杰出啊？对，是吧？都是得过这个佛光普照之后才这么优秀呀。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说在佛前点灯哈，去做这样的功德哈，是让我们的子女容易成大才。对，这父母多荣耀呀！就是，对，师父再给您分享一个哈，也是这个老母亲那个操足了心啊。当然他那个儿子本身已经很优秀了哈，但是他就操心啥呢？操心这个婚姻大事啊。所以我们多伦多的怀令师姐，她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师父的弟子。所以师父就是他也是，当然就是操心孩子的婚事儿嘛，也问了师父几次。就是来求嘛，师父怎么办呢？孩子都40来岁了，还没成家，人是非常优秀，德国博士毕业，又在世界著名的大公司博士公司博士公司，博士真的叫 Bosch。对，就博士公司，这个公司任技术总管技术主管，就是真的是在技术方面是真的是年轻有为。所以这母亲想，这么好的孩子，长得又好，这个学的又好，工作又好，样样都好，而且人的脾气也好，也是个孝顺孩子，咋就不着急找对象呢？然后也托亲戚朋友给他相亲，相亲也相亲了几个，但是都没有缘分，就没有结婚啦，没修成正果，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老母亲就她看自己年龄越来越大，都77了嘛，确实也是哈，77的老母亲是操心这孩子呢。好，就是所以我记得是2018年我们去多伦多的时候哈，这个怀令师姐就向师父请教，师父啊，我这个孩子怎么样？您看看那个姻缘怎么样？当时师父就说：“哎呀，你要多点灯啊！”就是怎么跟他讲哈。师姐听进去了，就开始点灯。我记得到了19年，又在温哥华上课他在课堂上积极举手发言。师父说：“哎呀，你有什么问题呀？”他说：“师父啊，我也想求你啊，我的孩子40多岁了，然后他怎么还没找到？我们一看就是还是那位多伦多师姐，还是给他这个儿子在求姻缘哈，特别的好玩。”然后师父就跟他说：“你要做功德呀。”好，怀令师姐还是又听进去了，继续回到多伦多，还是给孩子就是塑菩萨金身，佛前供灯赞助，这样凡是有做功德的机会，一样不落就是都做了，就是想给儿子求个好姻缘。好，结果但是呢，咱们也没听到有什么突发的好消息请我们就是去吃喜宴也没听到这事慢慢就淡忘放下来了，他也就是慢慢淡忘了。20年就开始疫情了嘛，结果到了21年的10月，其实还在疫情期间，儿子突然给他打电话说：“妈，你圣诞节的时候要到德国来呀。”怀令师姐上还在疫情中呢，咱就不要乘飞机旅行了，没啥事儿，妈就不来了。儿子说：“不是这个我是要结婚了，你可是我的妈呀，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呀。”怀令
令师姐，这是天降大喜事儿，都懵了，怎么一直好多年没喜讯了，怎么突然一下子儿子就给我就是抱一个大媳妇儿回来了呀？这一定要去哈，就是兴冲冲的赶紧去订机票就要去。可是那个时候呢，也因为媳妇儿还没有拿到德国的身份嘛，他就在德国外面要办签证。可是因为疫情原因，就德国使馆都就是不再办受理签证了，所以一下子就没有成型了。这个，那么婚礼又往后推了。哎呀，这个怀令师姐又在想，这个好事一定得让他成啊！这求了多年呢，这个真是菩萨显灵啊，给我儿子搬来这么一个好媳妇儿，我一定要让他成。他不急不恼的继续佛前点灯，继续给儿子和媳妇再做功德，希望这个媳妇儿快点早日成行，能够到德国去完婚呐。这个最后一步要把它圆满掉才叫好啊。对，好，到了22年的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所有的基本上各国都开放了。所有的签证又开始恢复了啊！那个媳妇一下子就拿到了德国签证，在德国和他的儿子团圆了，就结为良缘了。至此，哎呀，真好啊！这么美满的一段姻缘，也有4、5年的这样的时光好来了。对，最关键的是怀令师姐持久的在佛前点灯，做功德啊，做赞助，一切都是给这个儿子。最重要的是，这佛菩萨给他挑的儿媳妇就一定是最好的媳妇儿。哎呦，怀令师姐给我们写信来，这个100%的满意呀！说这个媳妇，我们也看了照片啊，长得真是特别的漂亮。然后那个脸相又是很富贵的、有福气的这种脸相。然后师姐说，这个小孩又很懂事，很孝顺我，很善良，跟我儿子，我看他俩情投意合啊，这个。人生目标又一致的，哎呦，就是样样都满意呀，真的是，所以特别高兴哈，就是我们的佛前点灯，给怀令师姐牵得这样一个好媳妇回来呀。哎呀，圆满，真是哈，圆满，很开心，圆满子女的婚姻哈，是，真是好事。所以我这个时候太高兴了，这个时候我还要给怀令师姐做一个小小的提醒，这么强烈的一个愿望。终于求来了，那也是佛菩萨赐给你的哈，所以师姐还要去还个愿，心想事成的时候，再到佛菩萨面前去感谢一下，对，我觉得这是最圆满的了。对，这个提醒好哈，就是许了愿实现之后一定要还愿，对，这样才是最吉祥的。对，这光这个在佛前供灯做功德哈，好处还没讲完哈，我这用最简短的哈。所以你看，给我们带来了健康、长寿啊，好姻缘啊，还有好的夫妻相处之道，还有生子，还有子女成才啊，未来呢还有会得荣华富贵啊，这个富贵是修来的啊，富贵不是打工打来的，是修来的。就是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福气哈，就是说你算是很有能力赚钱，但是没有能力留钱，也叫没能力存钱。咱们前面讲的，那几位大哥级的哈，是吧？好不容易挣的钱啊，结果说这也是投资机会，那也是发财机会，把钱一投出去，最后发现人还在，钱没了哈。对，就是其实还是需要有这样的功德，才会有这样的福气的定力，对不对？才不会乱投资，这个钱才能保得住。我们说，其实你留不住钱，不光是这个问题哈，不光是说那我不投资是不是就保住了？保不住，还是说你不用投资，你留着钱光看病了，对，孩子打官司，对，还有呢叫老婆拐跑了，对，当然让孩子乱花了，都有，对，就是让你这个钱一旦消失的方法有无数种来，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供灯的机会，做了这样的功德哈，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子女哈，会带来无限的帮助。尤其是青年人哈，他们有的是一个就大好的美好的时光，比我们更长久，对不对？那可是呢，他们的弱点是没有人生经验，所以做父母的呢，给儿女哈做这样的功德，儿女呢到关键时候
这个佛光给他指路，给他引路哈，这样他做事情就是吉祥顺利啊。在重要的思考判断上来说，他会得到真正最智慧的那个结果。这个人生多好啊！对，太好了。对，好幸福啊！对，所以呢，说我们这个当有遇到这个我们的先辈哈，我们的祖宗，如果对我们有这样的梦境的这个启发或者需要的话，我们还是要在佛前点灯，多做功德，多做善事啊，对，多帮人啊，当然也少投资，少投资，不要乱投资哈，因为今天投资陷阱太多了。今天直接抢劫的人少了，现在相对用高智商的方法，就是骗钱这个人太多了哈，所以这个方面多注意一点哈。当然了，如果你有那份定力啊，佛菩萨一定指引你说，这件事你要小心啊，最后我们会变成一个吉祥的、健康的、富贵的、成功的人哈。我们这一代成功还不算，还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子孙孙啊能够兴旺800年啊，这个才是我相信所有的网友内心深处最深深的期盼，对不对？是。好，感恩师父啊。所以真的是供灯利益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让我们的祖先解脱哈。祖先来托梦让我们去供灯做功德的时候，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要好好的去做这一份功德。是托梦给我们是为了我们好，对，实际上来帮助我们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做了7份的功德，其实有6份是还给我们自己的啊，做功德的人的。做功德的人，你是年轻人也好，或者你身为父母也好哈，这份功德在你身上，你把这功德再传给孩子哈，孩子就是万事吉祥啊，一切顺心啊，我觉得你的人生就一定是充满着无限的幸福。好，那师父，那我们也给幸福的怀令师姐，还有她那个新婚的儿子和儿媳妇送个礼物吧。好，他们肯定真是特别恭喜哈。好，那这个给这个怀令师姐的这个公子哈，我送他一串念珠啊，对，木质的念珠哈，祝你呢佛菩萨护佑你，万事吉祥哈。送给你这个太太哈，就是师姐的儿媳妇哈，送你这个叫石榴石的啊，这个手串哈，保佑你呢吉祥平安，祝福你们俩呢是白头偕老啊，幸福快乐，早生贵子。收到，感恩师父。还有呢，给师姐呢还得送一个宝贝哈，给师姐送一个真火石的啊，这样的坠子哈。你真是一个慈悲善良的母亲呐。你是抽空给我写信，抽空就给我留言，就是保佑你的孩子啊娶个好老婆。念了这么多年哈，真是我非常深受感动，深深的感受到一位母亲真正的慈爱啊。谢谢你哈。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好，那在这个清明季节呢，我们也是在菩提禅修的网站上为大家特别开通了清明祭祖超荐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的网址 www.菩提college.com。好，那如果点进去以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在我们的这个页眉上面就有非常清晰的清明点灯这一块哈。然后我们点进去以后，就看到我们今年的祭祖超荐灯是特别的优惠，68一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有财力的话，可以为我们的每一位去世的祖辈来点上一盏灯，都是他们需要的。其实今天的故事里面就讲过，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可能你知道的这些长辈们，都会需要你为他们点上灯，做上功德，他们会欢喜的哈。那如果我们还有更多前世不知名的这些祖先们，我们也可以用最大的心力来表达的话，我们就会为我们的历代祖先七世父母或者累世父母来点上灯。我们可以点多份，
表示我们这些做后辈的一些最诚挚的心意吧。所以感恩师父又一次给了我们这样做功德的机会，来照顾到我们的祖先。感恩师父。我也是想继续提醒网友们，也是非常感谢网友们发来的这些故事哈，我们能够跟大家分享，我们还会继续收集这些故事，所以大家也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表格哈，到这个表格来提交你的故事如果你的故事有幸被师父录用，那是非常幸运的，得到师父的大加持。好，感恩。只要是我们讲到的，尤其在清明这个季节哈，收到了大家的讯息，你只要写来，不管我在这里读不读哈，我相信我都会给你供灯，都会帮你在佛前点灯，化解你一切的需求，好吧？就是祝福你如意吉祥哈，让你的人生更幸福，还有让你的长辈更安心啊。好的，对，感恩师父。对，就是无论你的故事，我们是不是在这里来录用来读，都会帮你的，好吧？好的。那我们下一期的直播哈。好，下一期的直播是4月2号周日的晚上7点哈，台北的时间，同时也是4月2号温哥华时间周日的早上4点，我们再在网络上相会。好，祝大家健康长寿，收到；如意吉祥，收到；健康快乐，收到。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天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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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塔红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
嘎对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嘎对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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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